大家好，我是4213，本期咱们接着来讲童年回忆《魔兽争霸3》的剧情故事。剧情会推进到魔兽史上的著名难题——进化斯坦索姆。斯坦索姆困境的抉择是沃3在剧情上能封神的一个重点，直到今天还依然有玩家甚至是社会学者在对这一困境难题争论不休。而在我们正式开始讨论这一难题之前，当然还是要先了解在进化斯坦索姆前都发生了些什么。为了能让大家充分了解剧情，所以在本期的叙事中会结合游戏与小说来一起讲解。首先呢，还是要对上期节目做一个简要回顾。在上期我们主要介绍了天灾瘟疫的扩散，人类与兽人在面对先知麦迪文发出的警告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兽人决定跟随麦迪文的指引前往卡利姆多，而人类方面眼看瘟疫全面爆发，事态已经升级到泰尔纳斯国王再也无法忽视的地步了。为此，洛丹伦和肯瑞托派遣了一支联合调查队去东威尔德地区调查瘟疫的源头，而我们本期的故事就要从这支联合调查队开始说起。黑暗之门开启后20年，在前往安多哈尔的国王大岛上，阿尔萨斯王子及其部下正在等待肯瑞托特使吉安娜的到来。王子的护卫队长名叫法瑞克，相信熟悉魔兽 3.3 版本的玩家对于法瑞克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是的，他就是印象大厅，俗称岛坦大厅中的1号 BOSS。 大家之所以称副本为岛坦大厅，是因为其高强度的 BOSS 战很容易让坦克突然毙命。不过这也让大家记住了副本的 BOSS 法瑞克和马维恩，当下他们都是洛丹伦皇家警卫队的一员，而他们后来为什么会变成死亡骑士出现在副本中呢？这一点我会按照剧情发展在下期节目中介绍。说回主线上来，阿尔萨斯与部下等了许久，吉安娜才从远处姗姗来迟。在他身后的是2头紧追不舍的食人魔。法瑞克正准备带人去帮助吉安娜，但阿尔萨斯却告诉队长，吉安娜能够保护自己。短短的这一句话已经足以说明阿尔萨斯对吉安娜的实力有着充分的了解。果然没过多久，吉安娜就打败了食人魔。阿尔萨斯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众人介绍起世上最具有天赋的法师之一吉安娜。王子表示自己很高兴能与吉安娜重逢，而吉安娜也很高兴能再度见到王子，还开玩笑地说很久没有王子护送他了。由于时间紧迫且有重要任务在身，所以他们只能简短地互相问候一番。接下来2人便谈起了这次的任务——调查瘟疫。吉安娜告诉众人，这场瘟疫应该是从北方开始的，瘟疫的产生很可能是与魔法有关，为此他们必须沿国王大岛一路调查瘟疫的线索。这里需要补充一些在过场动画中没能展现出的细节，那就是阿尔萨斯与吉安娜的内心活动。在小说《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中，对于这2位曾是情侣而后分手多年，直到如今才再次重逢的年轻人有着很详实的描写。他们2人对于这次重聚都非常高兴。在前几期节目中我曾介绍过有关阿尔萨斯和吉安娜在过去的种种，尤其是阿尔萨斯为何要向吉安娜提出分手的。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阿尔萨斯是个渣男，这里我想说一下，阿尔萨斯不是个广义上的渣男，因为在阿尔萨斯与吉安娜分手的这些年里，他没有再去找其他女人，反而他会因为时常思念吉安娜而感到心痛，为此他不得不以全身心投入训练的方式来暂时忘记被自己抛弃的吉安娜。说实话，阿尔萨斯的思想是真的挺极端的，当然这与他的经历与压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和吉安娜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当个好丈夫，可是分手后吧又老想着人家姑娘，就挺怪的。而吉安娜在与阿尔萨斯分手后，也同样是通过刻苦学习的方式来压制住内心的苦楚。正因如此，在多年后他们终于再次重逢时，2人都是发自真心的感到喜悦。吉安娜说的那句已经很久没有王子护送过我了，也是因为在他们还年幼时，阿尔萨斯曾护送吉安娜到达拉然学习，并且还经历了一场有趣的冒险。时间再回到当下，在他们沿国王大岛驻扎休息的那晚，阿尔萨斯私下找到了吉安娜，向她表露了自己的真心。阿尔萨斯本想要在这次任务圆满结束后与吉安娜一同凯旋，他们将在春天结婚，生出许多金色头发的孩子，就像吉安娜曾说过的那样。因此他坚信无论这场瘟疫是由什么造成的，自己与吉安娜都一定能够消除这场灾难。一般这种 flag 立起来，没看过故事的也大多能猜到后续的发展了，这里也只能发出一声叹息。如果事情真的像阿尔萨斯想的那样就好了。他们都不知道这次任务将彻底终止2人年少无知的岁月，永久改变他们的人生。在第2天中午，当众人抵达了东威尔德地区后，他们一开始遇到的农夫都还算比较正常的，也会有强盗和愚人这样的敌人。然而再往后走就开始逐渐诡异了起来，他们遇到了一群骷髅弓箭手，这些恐怖的亡灵生物几乎毁掉了整个村庄。阿尔萨斯在目睹了这骇人的一幕后，决定查清此事。
村民的死让阿尔萨斯感到心碎不已，因为这些都是他的臣民，而保护臣民本就是他的责任。但同时，他那极端的思维又开始作祟了。他想，如果他失败了，人民会把他看作怎样的统治者？为此，他暗自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解救自己的人民。接下来，阿尔萨斯和吉安娜发现了一个又一个与瘟疫有关的秘密。首先，他们找到了一个奇怪的谷仓，谷仓附近的土地好像正在凋零，看上去粮食似乎是被瘟疫感染了。他们通过运粮箱上的封条得知，粮食是从安多哈尔运来的，而这安多哈尔正是洛丹伦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瘟疫是通过粮食传播的，那现在就已经说不清有多少的村庄受到了感染。之后，他们又遇到了同样前来调查的高等精灵牧师。牧师说出了让他们更加不安的事实，在村庄的另一边还有一座荒芜凋零的谷仓。于是众人决定前往谷仓调查。路上，他们遇到了一支矮人排挤派小队，以及越来越多的骷髅与咸尸。众人在尸潮中杀出一条血路。终于，他们抵达了谷仓。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一个身着黑袍的法师。法师看见阿尔萨斯等人，就召唤了一群亡灵，而自己则与手下撤离了。阿尔萨斯等人解决了巨型亡灵憎恶，并摧毁了被瘟疫感染的谷仓。战斗结束后，吉安娜通过那位法师的穿着认出了对方是通灵师，也就是使用死灵魔法的法师。他们能够唤醒死者并操纵他们，很显然他们就是这场瘟疫的主谋。当发觉是有人引发了这场瘟疫后，阿尔萨斯感到愤怒不已，他急不可待地想要抓住那个屠杀自己人民的混蛋。阿尔萨斯认为，既然粮食是从安多哈尔运来的，那么在安多哈尔应该也能找到那个通灵师的踪迹。于是众人便踏上了前往安多哈尔的旅途。然而众人都不知道，阿尔萨斯已经被一双来自暗影中的眼睛盯上了，而这个人就是远在诺森德的巫妖王。巫妖王通过天灾仆从的眼睛看到了阿尔萨斯的一举一动。这个年轻的人类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认为阿尔萨斯是天生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一位战斗技巧过人的战士，在指挥作战方面也很不错。注意，这里巫妖王认为阿尔萨斯是一名战士而非圣骑士，其实也没错，因为阿尔萨斯在早年一直接受的是穆拉丁同学的战士训练。尽管现在阿尔萨斯是一位圣骑士，但不得不说他的战斗风格还是要更倾向于战士一些。最重要的是，巫妖王注意到愤怒与绝望正在缓慢地吞噬阿尔萨斯的意志，于是他想要将阿尔萨斯转化为他的代理人，来帮他在冰封王座之外以他的意志来办事。接着，巫妖王再次巧妙地利用了恐惧魔王，让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阿尔萨斯身上，使他们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完美的俯视目标。接下来，巫妖王与恐惧魔王想了一连串的计划，来引诱阿尔萨斯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视角再切回到阿尔萨斯王子这边，此时王子一行人已经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安多哈尔附近。刚到这里，他们就遇见了几个邪教徒。在赶跑了那些邪教徒后，阿尔萨斯判断安多哈尔早就被敌人控制了，而为了顺利攻入安多哈尔，王子准备在郊外搭建基地，以便招募更多的士兵，提高胜算。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 farm 和招募后，阿尔萨斯等人便向着安多哈尔进发了。刚进入安多哈尔，他们就看到了那个通灵师。通灵师自报家门说自己名叫克尔苏加德。直到这时，吉安娜才发现眼前这人就是多年前在达拉然研究死灵技术的克尔苏加德。吉安娜愤怒地斥责了克尔苏加德的邪恶行为，而克尔苏加德则不以为然，甚至是对瘟疫的扩散颇有成就感。他承认是自己所领导的诅咒教派在人们食用的谷物中添加了瘟疫，并且他还警告众人不要继续追查，因为他背后有个强大的存在——恐惧魔王马尔加尼斯。他声称恐惧魔王统治的天灾军团会净化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阿尔萨斯怒不可遏地想要追问更多细节，克尔苏杰德却故作神秘，让王子自己到斯坦索姆中去寻找答案，说完便溜走了。阿尔萨斯见状，也只能先毁掉那些被感染的谷仓。然而谷仓中空空如也，看来被瘟疫感染的粮食早已被运送到了洛丹伦各地，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因此丧命。顺带一提，在谷仓附近有一个牢笼，打破牢笼会出现一个名叫提米的黄命食尸鬼，有人猜测这是第一关中阿尔萨斯救的那个人类小男孩，也有人认为这是后来魔兽世界中斯坦索姆副本里的那个悲惨的提米。但是沃桑关卡设计师大卫弗利德解释说，提米这个名字被多个设计师先后使用了许多次，因此有时候会搞混也并不奇怪，也就是说此提米非彼提米。说回剧情上来，接着愤怒的阿尔萨斯率众向克尔苏加德逃走的方向追去，最终他们击败了克尔苏加德。然而克尔苏加德的死亡只是巫妖王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位死灵法师丝毫不惧怕死亡，因为他知道巫妖王会将他复活为亡灵，那样他就可以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了。虽然阿尔萨斯将满腔怒火都发泄在了克尔苏加德身上，
但是死灵法师的死非但没有减轻阿尔萨斯的愤怒，反而让他失去理智，变得更加绝望与动摇。因为恐惧魔王马尔加尼斯所在的斯坦索姆是洛丹伦王国中的第2大城镇，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人口密集，同时也是白银之手圣骑士教团的所在地。如果这里也被天灾瘟疫和亡灵生物占据，那将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而洛丹伦王国也将彻底失去对东沃尔德地区的控制，情况可以说是十分危急。面对这种情况，阿尔萨斯决定先到离这不太远的秘鲁谷中去，一来可以调用当地的兵力资源，二来也可以稍微休整一下。因为这一路来，将士们面对接连不断的争斗已经非常辛苦了。阿尔萨斯虽然也知道将士们的辛苦，但他还是不断催促士兵们继续前进。吉安娜在一旁看出了王子的焦躁情绪，这一路上阿尔萨斯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很怀疑自己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他害怕由于自己能力不足，导致自己辜负了他的人民，就像之前他担心自己没能成为吉安娜的好丈夫那样。他越是不安，就越想尽快解决瘟疫所引发的灾难。又是一段艰苦的行军过后，他们到达了秘鲁谷。刚到这里，他们就看到有士兵正在严加防御，一打听才知道是昨天夜里有一支亡灵大军出现，大肆袭击了附近的村庄，为了抵御亡灵的入侵，这才整军备战。阿萨斯听闻此言，立刻让吉安娜去请乌瑟尔搬救兵。可怜的吉安娜才刚想休息一下，就又要忙起来了。吉安娜刚走，阿萨斯注意到在城镇一角的空谷箱，士官告诉王子，这是从安多哈运来的粮食，并且已经全部分发给村民了。王子瞬间感到一阵晕眩。就在这时，吃下瘟疫粮食的村民接连在痛苦中死去，很快他们就转化为了亡灵，扑向了附近的士兵们。那一刻，阿尔萨斯突然明白，这场瘟疫打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夺取人们的性命，而是要把死者转化为亡灵。阿尔萨斯高喊道：“坚守阵地，我们不会败给邪恶。”这里就是人类战役的第5关。阿尔萨斯需要带领士兵据守秘鲁谷30分钟，等待吉安娜和乌瑟尔带兵前来救援。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阿尔萨斯还要带领士兵出城截杀一支携带瘟疫的亡灵车队，以确保瘟疫不会扩散到附近村镇。与此同时，疲惫不堪的吉安娜回到达拉然，告诉了安东尼达斯有关疫情的情报。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去向乌瑟尔搬救兵。一段时间过后，秘鲁谷的士兵们仍在苦苦坚守。乌瑟尔和吉安娜终于带领军队赶来支援了，他们合力击退了来袭的天灾军团。在战斗结束后，乌瑟尔充满自豪地夸赞阿尔萨斯竟然坚持了那么久。可阿尔萨斯却会错了乌瑟尔的意思，以为导师是在责备自己。他冲着导师大吼：“我已经尽全力了，乌瑟尔！”此举让乌瑟尔和吉安娜全都吃了一惊，他们猜想王子一定是反应过度了。乌瑟尔没有太在意，转头对刚刚的战局做出了评价。他看出没有一个人类士兵在战斗中牺牲，亡灵的军力就会增加1分。阿尔萨斯听后愤愤地说：“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尽快击杀他们的首领，去斯坦索姆中干掉恐惧魔王马尔加尼斯。”乌瑟尔试图安抚王子，让他冷静下来再做决定。亡灵大军的首领可不是他一个人就能解决的，但阿尔萨斯却一刻都等不了了，他去意已决，谁都劝不住。吉安娜很清楚阿尔萨斯那急躁且不听劝的性格，他担心这样可能会出问题。尽管他已经非常疲惫，但他还是无法让阿尔萨斯孤身上路，于是他使用了隐形术，悄悄跟在了阿尔萨斯的身后。在独自前往斯坦索姆的路上，阿尔萨斯心态愈发急躁。之前他认为自己可以解决这场瘟疫，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来，他很怀疑自己能否解决这个大麻烦，因此他陷入了自责和绝望的泥潭。正在此时，麦迪文突然出现在了阿尔萨斯面前。之前王子通过和父亲的交谈，得知了面前的这个家伙是个讲着世界末日的疯子，所以他不想与麦迪文多做交谈。可先知麦迪文还是请王子听他言，他告诉王子，这片土地无论如何努力，结局都已注定。如果真想拯救他的人民，那就要带他们远渡重洋，去往另一片大陆。这番话几乎让王子笑出了声。王子认为这片土地是他的王国，保卫人民是他的唯一使命，要他逃，别逗了好吗？麦迪文看王子已经做出了抉择，也无意多劝，他只是奉告王子，越是努力杀敌，反而会越快葬送他的人民。说完，麦迪文又化作多鸦飞走了。这时，隐身在一旁的贾娜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他能够感觉到那人身上的巨大能量。他的话也许可能是对的，也许那个满嘴胡话的家伙真的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阿萨斯还在生气，他甚至把怒意撒在了吉安娜身上，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赶紧向吉安娜道歉，而吉安娜很快也原谅了阿萨斯。之后，阿萨斯平静了一些，他又向吉安娜解释了他为什么会那么着急，那是因为他亲眼看到天灾瘟疫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杀人，并且会将那些死者变成亡灵。事情的发展几乎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所以他才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干掉马尔加尼斯。其实阿尔萨斯目前的选择都还没错，
他只是太过于心急了，可他并不知道这些急躁、愤怒、恐惧和绝望的情绪都只会让他陷入到深渊之中。接下来，当阿尔萨斯和吉安娜来到斯坦索姆的郊外后，光明使者乌瑟尔也率军再度出现在他们面前。虽然在秘鲁谷的时候，乌瑟尔就察觉到阿尔萨斯身上有些不太正常的地方，不过那时他其实并没有太担心，因为他知道王子有时会有些刚愎自用，可他这么做都是为了自己的人命着想，所以乌瑟尔认为阿尔萨斯迟早会恢复理智的。可是当乌瑟尔到达斯坦索姆后，他意识到自己错了。见面后，王子冷冰冰地说：“乌瑟尔，你还是来帮忙了。”乌瑟尔察觉到王子话里的不满，于是他提醒王子注意自己说话的态度。虽然阿尔萨斯贵为王子，但自己仍然是王子的导师。阿尔萨斯反唇相讥，说自己忘不了。随后他迅速登上一座山丘，想要越过城墙看到城中的情况。他希望自己来的还不算太晚。正当他向乌瑟尔介绍有关瘟疫的情报时，他突然闻到从城中飘来一股烤面包的味道，这令他大惊失色。他意识到自己来的还是太晚了，那些被瘟疫感染的谷物已经被做成了面包。城中有些居民已经开始发出了咳嗽，看来这些居民已经被感染了，换句话说，他们迟早会变成亡灵。吉安娜也同意阿尔萨斯的观点，她拼命地在想思考解决办法。导师安东尼达斯曾告诉过吉安娜，瘟疫可能是由魔法产生的，而就目前的发现来看，这股魔法应该是通灵法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瘟疫应该可以用魔法来破坏和阻止，换句话说，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但目前这个想法还只是假设，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需要时间。阿尔萨斯认为，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圣城斯坦索姆变成天灾军团的堡垒，那就是在居民都变成亡灵前杀掉他们，净化整座城市。此话一出，吉安娜和乌瑟尔都大惊失色，他们立刻反对了阿尔萨斯的想法。吉安娜急忙表示，城中可能还有尚未吃下瘟疫谷物的人，而且也还不清楚瘟疫的详情，所以绝不能因为恐惧就把一整座城市的人像对待畜生一样屠杀殆尽。阿尔萨斯拒绝听吉安娜的建议，他坚持认为必须要净化斯坦索姆。他的理由是，如果不这样做，那些被瘟疫感染的人死后会变成亡灵，一样会杀死城中的人，而被亡灵杀死的人也会再度站起，成为天灾军团的一部分。在阿尔萨斯看来，净化斯坦索姆不仅是战略上的决策，更是充满慈悲的行为。如果斯坦索姆的居民知道自己将要变成亡灵，去攻击自己生前所爱过的一切，他们会选择哪种结局呢？是去杀害、毁灭活着时所爱的一切，还是作为一个神智健全的人有尊严的死去？阿尔萨斯将这个问题推给了吉安娜，吉安娜选择了后者，但他也告诉阿尔萨斯，我们没有权利替城中的居民做出选择。阿尔萨斯仍然坚持采用净化手段，他表示绝不能让亡灵有机会逃走，让瘟疫传到王国的其他地方。吉安娜请求阿尔萨斯能给他1-2天的时间，以便他能回到达达然，请大法师们一起思考瘟疫的破解之法。阿尔萨斯大喝道，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了，那些感染者只有几个小时，甚至只有几分钟的生命。在秘鲁谷的亲身经历进一步强化了阿尔萨斯净化这里的决心。我想就在不久前，阿尔萨斯还谦虚地说自己还不是国王，可是现在阿尔萨斯早已失去了那份谦逊。他以未来国王的名义命令乌瑟尔净化这座城市，乌瑟尔严词拒绝了阿尔萨斯的命令，并且表示阿尔萨斯还不是国王，即便是他也不会服从这种命令。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而后阿尔萨斯做出了更加无情的抉择，他判定乌瑟尔拒绝执行命令是叛国的行为，并当场宣布解除乌瑟尔的所有权利与职务。这样的做法令乌瑟尔气急败坏，同时也让吉安娜错愕不已。然而还没等吉安娜多做反应，阿尔萨斯就对着落单人的士兵们高喊，有谁希望拯救这片土地的就跟我来，其他的人给我滚远点。此刻就连吉安娜都能感受到乌瑟尔在压制内心的愤怒。不过乌瑟尔曾发誓效忠王子，神圣的誓言最终使他放弃了教训学徒的想法，只留下了一句忠告便转身离去了。阿尔萨斯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站在他这一边，并对导师的离去，他不想吉安娜也离他而去。片刻之间，他带着期待而又复杂的口吻询问吉安娜，就像是他期待吉安娜能够站在他这一边那样。尽管吉安娜很想帮助阿尔萨斯，但他的理智告诉他自己不能这么做。于是他告诉阿尔萨斯，自己无法看着他做出这样暴虐的事。这番回答让阿尔萨斯彻底绝望。这还是当年那个永远不会拒绝自己的吉安娜吗？很显然，吉安娜的拒绝让阿尔萨斯感到了背叛，就仿佛有把利剑刺穿了他的胸膛。吉安娜、乌瑟尔还有很多部队都离王子远去，这让阿尔萨斯开始怀疑自己难道真的错了吗？然而还是有少数士兵留了下来，他们认为王子的选择是正确的。法瑞克表示自己宁可被杀死，也不愿意变成亡灵那种怪物。众将士听后也纷纷表示赞同。看到众人的反应，阿尔萨斯又重新振作起来，他向众将士发表了战前演讲。这次的战斗并不光荣，反而是丑陋和痛苦的。王子发自内心的感到悔恨，但他也明白必须要这样做。于是他们转身冲进了城中。
击杀亡灵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容易，但是面对人类居民，他们却在动手时十分痛苦。毫无疑问，这就是一场屠杀。在这场屠杀中，恐惧王马尔加尼斯现身在城中，他向王子发出挑衅，将城中染病的居民直接转化为了亡灵。阿尔萨斯心中先是生出了畏惧，而后他将畏惧转化成了憎恨。王子与马尔加尼斯在城中展开了较量，马尔加尼斯在不断的转化居民，而王子则拼命的屠杀居民，不让他们被敌人转化。但殊不知，在屠杀的过程中，王子的内心正在一点点变得扭曲，这种嗜血的行为无疑扭曲了王子的人性。最后，王子找到了马尔加尼斯，他想要和马尔加尼斯做个了断，而恐惧魔王则告诉王子，这场较量仅仅只是个开始，真正的较量将在极北之地诺森德展开。之后，马尔加尼斯便从城市里传送消失了。阿尔萨斯决定立刻去追击恶魔，他认为如果能够消灭马尔加尼斯，就能彻底粉碎天灾军团，永久阻止亡灵瘟疫的传播。虽然斯坦索姆废墟中的火焰还未散去，但他就已经集结起自己的追随者，向着诺森德大陆进发了。在3天后，吉安娜和乌瑟尔回到斯坦索姆，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区域都已经被烧毁，街道上随处可见的尸体，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还要糟糕。吉安娜不敢相信这是阿尔萨斯所为，望着眼前的废墟，吉安娜不禁开始自责。他开始后悔为什么没有用魔法控制住阿尔萨斯。虽然乌瑟尔也劝吉安娜别太自责，但是由于吉安娜的不作为，王子犯下的罪行将伴随他的一生。在今后的岁月里，吉安娜永远也无法摆脱这份悔恨。当得知阿尔萨斯已经出海前往诺森德大陆后，吉安娜和乌瑟尔决定分头行动。乌瑟尔准备返回洛丹伦都城，将王子所做的一切告诉泰瑞纳斯国王。在乌瑟尔走后，麦迪文出现在了吉安娜面前，他告诉吉安娜，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亡灵威胁暂时平息了，但阿尔萨斯在诺森德能找到的只有死亡。吉安娜解释，阿尔萨斯只是在做他认为对的事情。先知表示阿尔萨斯的决心值得赞赏，但他的行为只会导致自身的毁灭。而现在拯救人类的重担落到了吉安娜身上，吉安娜必须带领人民前往遥远的卡利姆多，只有在那里才能战胜暗影，从火焰中拯救这个世界。吉安娜认为先知的话是正确的，于是他便打算回到达拉然，决定想方设法说服他的导师，让大家相信西渡是正确的选择。在返回达拉然的路上，吉安娜一直在想，如果他们能早一点西渡，是不是斯坦索姆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阿尔萨斯也能留在他身边了。到这里，我们本期的故事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阿尔萨斯和进化斯坦索姆事件的？如果你是阿尔萨斯，你会怎么做呢？从03年发售至今接近20年的时间，依然有不少玩家在讨论斯坦索姆的抉择，而结合近几年来的疫情，相信如今大家应该更有感触了，对吧？不过呢，虽然疫情和天灾瘟疫有些相像，但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首先，天灾瘟疫无法用药物和治疗来根除，也许魔法可以解除瘟疫，但需要的是时间和实践。可是斯坦索姆缺的恰好就是时间，更何况斯坦索姆就是天灾军团做的一个局，一个要引诱阿尔萨斯堕落的死局。阿尔萨斯也一直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直到斯坦索姆之前，阿尔萨斯所展现出的是，虽然性子有点急，也有些刚愎自用，但总体来说，他也一直是在为人民考虑。因此，玩家也一直在争论阿尔萨斯所做的选择是否正确。其实我认为，与其这么问，反倒是不如问问阿尔萨斯有没有权利替他人的生死做选择。在副本进化斯坦索姆中，如果你不停点击阿尔萨斯，他会说出一句台词：局部的牺牲是为了整体的利益。但是，难道局部这真的应该被牺牲吗？城中的居民愿意被他人做出选择吗？进化斯坦索姆究其本身，其实就是电车难题的变体。电车难题的难点就在于，生命是能够拿来比较的吗？牺牲斯坦索姆换洛丹伦暂时平安是正确的吗？我相信，如果让阿尔萨斯牺牲自己的性命以换取洛丹伦的平安，他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他认为牺牲自己救不了洛丹伦，只有牺牲掉斯坦索姆的居民才能保洛丹伦平安，所以才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导致他走向了自我毁灭。另外，我以前总看到有人问，为什么乌瑟尔和吉安娜没有强行制止阿尔萨斯？相信大家也能在前面的视频中找到答案。乌瑟尔是碍于誓言不能对王子出手，而吉安娜则因为没有控制王子而感到了无比后悔。说实话，本期也只能说是相对简短的结合了编年史、游戏、小说中的内容来为大家展现这段经典剧情，因为受篇幅所限，全部详情没办法一一带到，这一点还请大家谅解。再有就是有关斯坦索姆的讨论实在太经典，想要说透这个话题的话，恐怕需要一个论文的长度，所以这里我们也只是简单的谈一下，算是抛砖引玉吧。而更多的讨论呢，就留给大家好了，大家要记得理性讨论，不要吵架哦。好了，那么时间有限呢，本期节目也就先到这里。下期我们将讲述阿尔萨斯王子在北地诺森德的发展，双之哀伤和大夏子的事件很快就要来了。
大家要记得多多点赞哦，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是4213，我们下期再见。